ら完璧の心の奥の奥みたいな音。ねえミコト、ミコト。なんだゴミか。は？ふざけんな。たらか。全部おずけしたんだろ。自分とだけ幸せごっこやってんじゃねえよ。取り戻してやる。神様は死んだって。安托万的圣修伯里，你也许会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如果提到他的著作《小王子》，我想即便没有实际读完一遍，想必也对书名略有耳闻。收录其中的一句格言：“星星发亮，是为了让每个人找到属于自己的星星。”这不仅点出了每个人都能以自身为出发点，为周遭带来有益的渲染力。我认为这也是偶像一词泛指宗教或是表演工作者都能象征的意义。作为粉丝，追随关注投以崇拜的对象，获得影响并成为更好的人，而感受到被喜欢，得到反馈也愿意继续下去的偶像，想要前进的方向同样会变得更加明亮。你可能看过在业界被称为神明大人，以卡卢嘎卢卡阴晴不定以及情绪化到足以震慑他人的歇斯底里，又或者卡米萨玛瓦辛达得撕心裂肺的演唱风格。但或许你不知道的是，他也曾经因为偶像这个身份，对表演抱持纯粹的乐在其中，也有过与伙伴和乐融融的时光，更能自然地展露真挚的笑容。记录这些往事的篇幅十分破碎，描述者甚至不是卢卡本人。在续子的共通主线感谢季，美琴练习当代舞，尼奇卡由于行程和实力无法配合，后来向他坦言做不到的桥段，穿插出现的回忆中，揭露还在上个事务所的时候，美琴与卢卡也想要在感谢粉丝的活动上表演当代舞蹈。相较于尼奇卡听到提案时的犹豫，卢卡当时对于挑战具有难度的当代舞蹈来作为感谢粉丝的提议表示跃跃欲试。从口中的用词能够得知，斑鸠之所以兴致勃勃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源自于渴望跟美琴一起完成这样的先决条件。卢卡对当代舞练习的积极，在天台上讨论到舞台表演时的兴高采烈，渴望完成这件事的情愫，不只以单纯正面的形式呈现出来。得知自己的工作行程无法负荷当代舞的练习，对经纪人毫不掩饰的反抗和焦躁，更别说确定无法照常演出之后，难掩失落之余，甚至有究责自己的倾向。此段回忆影响了美琴，回应尼奇卡跟他主动提起当代舞没办法如期准备的方式。仔细一看美琴的主观视角里，有别卢卡对于无法如期演出时的激烈反应，他倒是坦然又冷静地接受了事实。ミコトを見せなきゃダメなんだよ。私のせいでやれないとか意味ないんだよ。やりたかった。两人最后拆伙的原因目前仍然不明，可是彼此之间从合作无间到第一次产生歧见的过程，这应该就是首次他们即将走上不合的征兆。双方在所属不同事务所后第一次的重逢，只是 Wing 其中一张一半左右的篇幅，却十足呈现出卢卡一听见美琴对事务所的选择，挽留之意不止湮灭，还彻底被激怒。他对美琴怀抱的情感确实相当复杂，至于对续子的另一位成员尼奇卡，那可是100%的否定与憎恨。延续了活动剧情 OO Count No Count 的违章，瞧见续子的报道时感到郁闷。斑鸠的主观视角拉开了续子感谢祭的序幕，表现出的负面情绪更专注在了尼奇卡身上，不断的要荧幕上的对方闭嘴，叫嚣着个人特质匮乏到冷场，
卢卡毫不避讳表露出对美琴现任搭档的鄙视。这除了是迁怒于美琴离开他之后加入283事务所，代表在卢卡眼中，妮西卡根本比不上自己。本来属于自己的位置，竟然是被他取代。不满在这样的无法理解之下推波助澜，让这个女孩子开始仇视另一个素昧平生的女孩子。而在活动剧情《摩罗拉鲁戴亚洛克斯》，一场单独的私下见面，将会刺激卢卡以至于选择展开实际的反击行动。剧本让妮西卡首次提到对于斑鸠这个美琴前搭档的看法，契机来自于对方遗留在后台休息室的一支口红。碍于烦恼卢卡现在如何看待美琴，妮西卡始终没有主动物归原主，直到续子一同参与的人际关系课程结业。读过卢卡过去在杂志上的访问，妮西卡怀抱忐忑不安的心情，只身前往对方的小型表演会场。然而正是因为这个举动，也让两人在互相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偶遇。眼见妮西卡支支吾吾说要归还东西，却又没先准备好。表演完后，恰好心情不悦的卢卡，愤怒的一手拍掉本就属于自己的口红。被你碰过的东西，我才不要！道尽内心愤恨和嫌弃的一句驳斥，卢卡恐怕从来没想过的是，妮西卡听完之后的反应，竟是得意洋洋的笑说：“那我就收下喽。”すみません。これ誰？はあ？これ私に来たんだ。パクったのかよ。え？本物に返しに来たんだ。パクったのかよ。あれもこれもあれもこれも。そういうわけじゃなくて、局の人に渡しそびれて、もしかしたらって。すみません。どうぞ。いらねえ。持ってけよ。お前が触ったもんなんか欲しくねえよ。これ言われたかったのか。じゃあもらってきますね。失礼します。なんだよ、なんなんだよ、なんなんだよ、なんなんだよ。なんだよ、あいつ。由于上帝视角玩家明白妮西卡之所以当下心情愉悦，莫过于他总是担心斑鸠会打算把美琴夺回去。不过经历过此事，妮西卡认为对方嫌弃他碰过的东西，所以才会松口气并反射性的展露笑容。话虽如此，这也是最大的症结点。站在卢卡的立场而言，妮西卡的行为看上去根本是特地来挑衅，先入为主看对方不顺眼的滤镜，深化他眼中原本就充满成见的既定印象。妮西卡头也不回的离开，令卢卡再次短暂陷入歇斯底里的怒吼。只是他认知到，就连自尊都被羞辱，一直以来保持距离的鄙夷怒骂也因此改变了。虽然两人还没有正式在节目上碰头，剧组捎来斑鸠即将同台的通知，震惊妮西卡之余，也向玩家宣告，他要真正的展开行动，去对付有关于283事务所这个痛恨不已的存在。说到这里，想要澄清一个观点：曾看过有人以为斑鸠对283恨之入骨的源头，是因为美琴离开他之后跳槽过去，或是作为对妮西卡厌恶的延伸。
才转而迁入于整个283事务所。但是在摩罗拉鲁达亚洛克斯公开之后，另一位已经登场过的角色表现出对卢卡的关注，揭开他眼中真正的罪魁祸首。瞧见拍摄续子练习状况绝佳的影片，思绪再次被情绪吞没，怒吼要金剑别再追过来的卢卡独自来到一间餐厅。此刻，一个玩家再熟悉不过的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力。283事务所的现任社长天井努，好像一开始就知道对方会来到这里似的从容。稍早之前，同样在摩罗拉鲁达亚洛克斯，可以发现天井社长专注于卢卡在 SNS 上充满负面情绪的文字，就连哈斯基的叫唤都没有答复。相较之下，当他真正赴会后，口气和用词上却感觉出并不打算安抚对方，更像是履行义务似的单纯前来查看卢卡的情况。也许是天井社长早已对如此的突发事故感到稀松平常，又或者这个男人习惯以淡定的方式对待他。无视了朝自己丢来的冷嘲热讽，天井接着卢卡的话，反问不知道是谁在发脾气才让桌上的料理变得难吃，以及对方口中的那个人难道现在不幸福吗？此话一出，完全激怒了卢卡，紧接着后脱口而出的咆哮，将会一倾而泻这个女孩子长久以来心中根深蒂固的愤怒。あんたまずいと思わねえの？音痴だね。翼の社長さんはやっぱ。料理の味を損ねているのは誰かね。は？あんたらがやったことだろ？あんたらが全部まずかしたんだろ。自分らだけ幸せごっこやってんじゃねえよ。不幸せなのか、あの人は。あんたにそれ聞く資格はねえよ。取り戻してやる。不全是冲着飞田美琴延伸出的恩怨，也为了那个看得比自己还重要，说什么不愿让其受伤的妈妈，卢卡毅然决然要向283事务所讨回失去的东西。随着续子时装也在闪耀色彩登场的卢卡，初登版的第一年，由于对美琴的执着没有详细描述，多数玩家只是将其视为类似哈兹基和天井社长，拥有独立面貌和配音的特殊配角。也有人基于他对美琴可能残留的执着，开玩笑的假设斑鸠事实上是那种分开之后还会藕断丝连想要挽回关系的怪人。然而单人曲《神様は死んだ》还有活动剧情《摩罗拉鲁达亚洛克斯》陆续公开，卢卡的人物设定不仅有不输给其他283偶像的立体，也让这个女孩子一路上走过的痕迹俨然成为一段现在进行式的复仇记。而作为最关键的中心人物，被斑鸠称为妈妈的这位女性，摩罗拉鲁达亚洛克斯也花了相当程度的篇幅去描写。我们也借此一窥卢卡的生长背景。感谢季的最后搭上列车，回到了一间坐落于看得到海边的小吃店。此时此刻，这名被粉丝称为神明大人的职业偶像，那天壤之别的反差，相信让当初第一次阅读故事的人都感到讶异。毕竟一直以来剧本安排玩家看见的斑鸠，除了回忆片段以外，根本和和颜悦色绝缘，凸显了他对母亲爱护有加的程度。一回到小吃店，立刻主动熟练的帮忙家里的工作，发现妈妈想要独自抬重物时，还会抢着让自己来。结合卢卡回家这趟10口未提父亲的存在，加上店里似乎也没有聘请其他人手，可以多少拼凑出斑鸠出生于单亲家庭，对帮忙家里的生意很有经验的情报。这样的背景补充，将卢卡从原本偏执又情绪容易躁动的单薄形象，
塑造得更为写实又引人共鸣。倘若来自一个无需担忧经济状况的家庭，并且对待亲人的态度也是颐指气使，那么斑鸠纵使无需替美琴的离开负全责，比起同情我想更多闪耀色彩的玩家，依然会倾向认为卢卡的个性很差，不觉得值得可怜。正因为那些曾经拥有的东西是他努力活下去和相遇的重要部分，以至于那些人事物一旦从生活中抽离出来，卢卡为此喜怒无常又仇视283事务所，立场上增加了不少私人而明确的说服力。也因为平凡的出身和对亲近之人的珍惜，藏在了被当作神来拥戴的声誉背后，本以为只有堆砌成堆的悲愤跟痛苦，卢卡仍然拥有属于自己的最后净土。尽管这同样是他复仇和继续当偶像的最大原动力。另外，摩诺拉鲁达亚洛斯的许多线索，将矛头指向卢卡的妈妈就是亚库纳米的可能性，也引起了玩家之间相当程度的讨论。天井基于斑鸠的母亲是自己过去负责的偶像，于是自认不能无视斑鸠的举动。不过碍于被咬定是他摧毁了原本属于母亲的偶像之路，天井不打算一副假惺惺的对待卢卡，所以演变成两人在餐厅碰面时的气氛。诸如此类的理论在尼奇卡的挂尾声的2个片段，制作人接获通知后提到亚库纳米的名字，和卢卡的母亲接到电话说现在生活得很幸福。剪接在一起的手法虽然也可能是想误导玩家，只不过倘若并非如此，那卢卡与尼奇卡之间的渊源恐怕远比他们彼此认知的还要曲折。一个是憧憬亚库纳米而展开偶像之路，价值观和作风曾经深受信仰影响；另一个则极有可能作为亚库纳米的女儿，深信母亲是283事务所的牺牲品，一心仇视并坚定要讨回公道。在思维上难逃被成见束缚的痕迹，成了两人明显的共通点。近期的一篇活动剧情之中，283旗下一位偶像的经历，将卢卡的这种特质再次呈现得栩栩如生。活动剧情センターの12月，升任第一轮跃进剧情的收尾工作，活用笑靨、凝视、透和小蜜的性格特质，营造出了十分生动的人物互动。而Illuminate的风野登之，透过训练员和制作人的安排，参加了别间事务所的武道培训课程，因缘际会之下与毫不知情的卢卡有了交集。第一次远远的望见斑鸠时，都不禁赞叹散发的魅力，发现对方从不吝啬又亲切的指导表演方面的诀窍，促使登之即便只和卢卡有过几面之缘，表现出的信任和自在足以说明了投以青睐的程度。看着登之那样努力的身影，以及积极虚心受教的态度，有一瞬间美琴的模样从脑海中一闪而过。后来与经纪人的对话会得知，卢卡是从登之的身上看见了过去还是偶像练习生时期的自己和美琴。すみません、もう一度だけ見ていていただけないでしょうか。いいよ、1回で済むのか知らねえけど。誰のクラス受けてんのか知らねえけど、次行ったらぶっ飛ぶよ。だといいのですが。もっと本格的なダンスも見たりして、今学ばせてもらってることを深めたいなと思ったり。へえ。あ、私の話なんて。今日は貴重なお時間をいただい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開けてない水があるんですけど、よかったら。あ、すみません、飲まれ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よね。おお、横入りしねえで買った水？あ飲む。それ、いい水だから。此时津津乐道的谈吐，
是首次在文本中出现他与经纪人相处的时候，并非处于负面情绪的状态。说不定也是因为清楚，只要不和283扯上关系，自家的偶像也不会过于失控，经纪人才会不断体谅卢卡的暴走。只不过越是听着卢卡往下说，主张登之所在的训练室是自家事务所的场地，因此判断对方是童所属的练习生。经纪人开始意识到卢卡不知情的真相。至于这个一旦被戳破，就会彻底摧毁登之与斑鸠之间情谊的盲点，将会与谁都没料到的措手不及，从此一去不复返。お疲れ。早いじゃね。勝手に入ってきてんじゃねえよ。ここ私が予約してんだ。はあ、なんなんだよ。じゃあ勝手にこんなとこ来てねえで事務所通せよ。誰だよ。だからここはうちが抑えてるって言ってんだろ。は？意味わかんねえよ。だったらあいつ。すみません、 C ルームはまだどなたか残っておられますか？あいつおめえんとこのやつだっていうのかよ。なんで？じゃあなんで名前言わねえんだよ。またおめえら、またおめえら、私から。だったらいいんだろ、ここに。そんで笑うのかよ。私から盗んで、何もかも盗んで、そんでタオルがなんだよ。仲良しごっこのお裾分けかよ。やっぱり何にも持ってねえなこいつって笑いに来たのかよ。見てもどうにもなんねえよそんなもん。お前、そんな面だったかよ。あの、来んな！
在偶像大师系列的作品之中，设定上出现所谓的敌对存在，最早是出自于本家的世界观中，名为961事务所的组织。社长黑井从男为了打倒765事务所，使其无法在演艺界立足，可说是使出了千方百计。闪耀色彩虽然目前并没有一群人因为对283事务所怀抱敌意所以集结，却着实的已经存在一位对其恨之入骨的仇视者。尽管登之起初没有主动报上名字和所属事务所，理由是纯粹比起让别人根据名号去判断自己，他更倾向拿出实质表现来获得他人的评价。这本是可以理解的选择，无意间也撮合了一场美好的邂逅。剧本也借此让玩家瞧见卢卡对待后辈的体贴和温柔。不仅是训练上的指导，好比《Senta 吉诺 Junigas》当中登之在便利商店被路人不讲理的插队时，斑鸠见状也是主动攀谈，安慰说你才是正确的。以及后来从登之的视角还会得知，卢卡拥有的猫头鹰毛巾，样式可爱之余真奶貌似也有一条一样的。撇开立场和成见之后，斑鸠仍然能和旭子以外来自283事务所的其他偶像好好相处。这种可能性随着卢卡得知登之来自283事务所，天差地远的对待方式越是表现出来后，呈现出的撕裂感越是剧烈。无可厚非的对卢卡而言，感受到了莫过于强烈的背叛和愤怒，同时也很残酷的是，这正是戏里戏外他吸引众人的一大因素。表露在歌曲和言行上鲜明的负面情绪，容易勾起感受者各自拥有的心理黑暗面。久而久之，被斑鸠吸引的群众，自然习惯将其视为替他们嘶吼一切不满的领导者。剧本中所有支持卢卡的 SNS 发言，一面倒的肯定这位神明大人否定世界的言论，但又有多少人真正明白斑鸠的言之所悟呢？从卢卡在 Support SSR-XA 的反应判断，答案基本上事与愿违。现实中喜欢上卢卡的玩家，原因似乎也离不开穿着风格、卡米萨玛辛大姐的魅力，或者可怜他遭遇了心生怜爱。借用信仰的角度来审视这点，追随者的定义本就是根据对偶像投以名为崇拜的爱，但很现实的一点，这从来不意味两边给予彼此的付出和感情是对等的。有时更悲惨的是，并非对方需要的。粉丝不断的表示被卢卡拯救，可是卢卡只能不滿的说出又有谁可以拯救他，也令这名神明大人几次悲愤的质问上天。救われてるね。じゃあ誰が私のこと誰が救ってくれんだよ。こんなんじゃない。私が本当に欲しかったのはこんなんじゃないのに。无论如何，伊卡鲁嘎卢卡是一个塑造相当成功的角色。他与整个作品的背景关系匪浅的来历，矛盾却无法如愿自拔的偶像身份，以及令人感受到说服力、充满人性面貌的举手投足，吸引我每次都很期待卢卡的出现。他与登志的互动看来没有好的结果，然而将来如果出现能认同，也跟283事务所毫无瓜葛的偶像，长久以来独处在神明大人这个宝座的卢卡，也许会有一丝希望不再继续孤单了吧。我是 Skim， 感谢你看到最后，生日快乐，伊卡鲁嘎卢卡。也许他不会为了这天感到高兴，但是作为闪耀色彩的粉丝，我衷心感谢存在这样的角色，丰富了作品的层次和魅力。和我聊聊斑鸠的事，那就下支影片见喽。